那这里面呢，我们开的是2021新款的理想ONE，让我特别感触的一点就是新款增加了慢充口反向输出2200瓦交流电的功能。这个功能呢特别有意思，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的营地昨天用了3辆新款的理想ONE来一起给整个营地供电。我们呢是从60%-70%左右的电量，一直用1天多的时间，现在基本上每个车剩了20%多的电量。按照它的总电池容量换算下来的话，我们用了1天的时间，基本上每辆车用了15度的电池，3辆车加在一起，整个营地消耗了45度电。但是跟用普通汽油发电机最大的不一样的是，在输出电的过程中，它并没有任何的声响，直接我们用的这个大电池里的电，这就简直太爽了。我们用这45度电都干嘛了呢？我们带了2个大冰箱，同时带了音箱及所有的摄像设备的充电，包括无人机的充电。同时我们带了2个大电火锅，这2个大电火锅我们可以给它开到大火，也就是1800瓦以上的功率。这个让我真的是很意外，因为一般来说标称2200瓦的输出是理论值，可用的话大概在1500瓦到1600瓦，但是这次竟然可以超过1800瓦以上的可用，这个可用的效率还是非常的高。同时在帐篷后面呢，我们搭了一个观影的区域，小朋友非常高兴的在那儿看电影，也是通过交流电来进行电量的输出。这个也是我这些年露营第一次可以不限量的特别爽的去用电。我们之前哪怕是用汽油发电机的话，也得相对 low 了一点，同时汽油发电机也得拿线拉到好远好远的位置，才能不影响营地的声音，否则的话发电机还是非常吵的。但这次没有声音，就在这用45度的电，真的太爽了。OK， 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车其他的有意思的地方。第二个让我觉得不错的功能，就是很多人说啊，理想ONE它主推6座车型，第2排的座椅是相对独立的座椅，没法往前放倒，跟后备箱形成一个纯平的睡觉空间。但是它也可以放平来睡觉。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啊，它的理想ONE马上在2周左右的时间会给它的第1排跟第2排放平之后，再出一个异形的气垫，这个异形气垫会把直接里面的坑坑洼洼都填平，会形成一个纯平的睡觉空间。你看现在的副驾驶的小贤在这里面就在正睡觉。没化妆啊，我们就不拍那么细了。副驾驶呢，因为它的距离比较长，是可以睡一个成年人的。主驾驶因为这边是个方向盘，基本上就睡一个小朋友，或者是相对来说身材比较小只一点的女孩，就比较合适。所以这个车其实是可以完整的睡一个人的。你睡得怎么样？特别舒服。主要是外面太吵了，车里没声音，安静。外面太吵，车里。然后同时呢，这个车它在睡觉的时候，因为它有电池，所以我们还可以不限量的去开空调在这里面睡觉。它在开空调的过程中是自动的去切外循环跟内循环，大家就不用担心了，这就挺爽的。对，我睡的不是主驾驶啊，我睡的是别的车。OK， 我们现在上车带你看看其他的一些特性啊。这 B05 是我自己的车，好多人都没醒呢，我拿我自己车跟你聊啊，走，上车。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详细的聊过2021新款的理想ONE相对于老款的变化点，大家在我的主页里面按照屏幕这个关键词就能搜到这一集，所以这次我们就主要讲一下我在这次长途的自驾过程中的比较感触的几个点。前面已经介绍了2个点，继续看车内啊。首先就是这个座椅相对于之前确实是要软了，海绵能感觉到形成，尤其是坐垫及靠背的位置是很明显的，这个非常的舒服。外加上这个按摩的功能，在前2排的4个座都有按摩的功能。开长途的过程中呢，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比较累，需要换一些玩法的时候，你启动这个按摩的功能。包括有的时候你稍微有一点点困，一旦按摩功能开始启动的话，这些屁股跟腿传来这个按摩的感觉的时候，反而能抵消一些困劲儿。所以这个4座的按摩功能，当你的车已经有了座椅通风、加热机翼之后，那这是第4个开始可以选装的更高阶的配置，还是挺有意思的。方向盘这个环确实比之前要粗了一点点，同时它确实整个的面更加的均匀了。之前呢，为什么不太好做成特别的均匀，是因为这方向盘里面有2层东西。第一层是握力传感器，用于你在辅助驾驶的过程中，它也得侦测你手在，它不仅仅是个扭矩的传感器，你手去用力的握这个方向盘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你的手的，这是2层传感器。第二呢，它会外圈再包裹一圈方向盘加热，
所以这个握力传感器加上方向盘加热这2套东西，容易让这个皮质并不均匀。这次改变了工艺，确实更均匀了，档次感更好一点。那新款的多功能按键变成这种上下推，包括这边去滚，跟之前的操控方式有所区别。但是之前那个类似于小米的4个方向键加中间确认的方式，我对于老款车主用的也挺习惯，这个我现在还没有用习惯，这没有好坏之分。第3排会比老款腿部加长了大概3到4厘米，它一定程度内的压缩了一点后备箱的空间。但这次我们长途的试驾过程中，基本上只坐3到4个人，是没有机会坐进第3排的，所以没有长途的体验。OK， 那我们来开着聊聊，先谈戈壁滩上的这个行驶感觉。那开之前先讲一下我的车辆设置，因为在这样的戈壁滩，设置的差别导致车辆的行驶舒适性还是变化的很大的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设置是这样的，你看驾驶偏好里面，动力肯定调成最好运动模式，能量的回收呢，我直接调成舒适，也就是更长的滑行距离，更少的动能回收。那我车里面坐了比较多的人，到时候这个一收油就动能回收了，车里面人就比较容易吐了。再往下看转向呢，我一般就设置为舒适，也就是轻盈的模式。非常重点的，悬架一定要调成舒适，调成标准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硬一点，适合运动的模式。舒适的话走戈壁滩包括日常的过程中相对来说比较软一点的悬架一定要调舒适啊。很多人说这个舒适的悬架车身在过沟过坎的时候有点多晃着一下，晃晃悠悠的感觉，但是开惯了大车的人你会发现说这种稍微晃一点的感觉其实还是挺舒服的。 OK，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戈壁滩上开一下了。动力其实是非常适合跑戈壁这些地方的，因为前段的动力非常大，很多的软沙子呀，你等着发动机转速上来之后，带上劲儿了，可能你因为前面动力比较弱，就过不了软沙子这个环节了。而它这一脚电门下去的话，动力输出会比较爽，所以一下就出去了。很明显，这个车在进软沙子地的时候，它比这个反应比较慢的陆巡的这些 4.0 啊，包括是 4.6、5.7 的这些的传统油车，在这个沙漠上就更加游刃有余，并且那些车都换了 AT 胎，这个车是原厂的轮胎，它更适合于这种沙地的去跑。那这一趟还是经常给我邮寄服务的本地地接老张来给我服务的，他有好多的陆地巡洋舰，包括一个坦途。他开完这个车之后就一直在算经济的账，因为他们这种跑长途车队的这样的公司，它其实赚的就是一个油费嘛。
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基本上这一趟呢，它的陆巡跟坦途跟理想ONE都是每天早上加油，然后跑到晚上的时候，基本上跑500-600公里，油也已经干了。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陆巡加满整箱油是需要接近于900块钱，而理想ONE加95号的油加满整箱的话，大概就是300到350块钱。所以他们算账的情况下，基本上如果他们的车都换用成为理想ONE的话，每天每辆车能省500块钱的油钱，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包括他们的生意结构也变化了，因为国家把很多的重型的越野穿越的地方都设为了禁区，他们并不能进行一个穿越了带着客户，所以呢，他们更多的是一些公路带着客户去观景，包括我们这样的一些沙地的简单的小穿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拿理想ONE这样的并不是硬派的越野车，也能应付80%到90%的活，那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吸引力。然后一直在拉着我问说，这个车他们如果把几张陆地巡洋舰出了换成理想ONE，这样的话他们跑车队怎么算账，一直在拉着我聊这个问题。OK， 那这次的小体验就这样，它是我这次在戈壁的越野包括长途的公路自驾过程中的一个小感受。整体来说，这些变化点对于日常的使用来说还是挺有益的，并且通过这次的自驾，我能感受到理想ONE是一个特别适合长途自驾的车，因为确实经济性会很爽，外加上加油这个特性，让它在享受的电驱动这些的比较快捷、比较便利的过程中，还可以通过比较方便的补能方式，让它能持续的给我们提供这样的电体验，这是挺不容易的。最后呢，就是这个反向输出电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惊艳，这也是我第一次在露营过程中大规模的不限量的，并且没有任何的汽油发电机那种吵闹的环境下去用电，真的是非常的爽。OK， 欢迎看本次试车。